这位小善人，长得挺甜，下手却辣得很啊！呸！我就不相信。哎呀，主人，这比例好高啊！他哎呀，哎呀，收回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打情骂俏当众，你说这不太好，你看看。阿香，别丢人了，武功不行，眼光也不行了。小弟无状，见笑。岂敢，恕我孟浪才是。是。这个是，这个，哎，完了，这仨这俩成为好朋友，对吧？肯定，你看。然后这个跟那个女孩。原来你也有功夫，那便是江湖上的朋友了。失敬失敬，头先多有怠慢。在下张成岭，师出五湖盟之镜湖派，请问这位朋友师从何处？姓甚名谁？不敢，不敢。哎，朋友身上可是有伤，还是有病？奴才无门无派。少爷，咱们走吧，别多管闲事了。给点钱，哦，给个牌儿，名片。朋友既然来到越州镜湖派的地界，若不嫌弃，便是我们的客人。无论你是伤是病，或是遇到什么难处，都可以持我的名帖上我们镜湖山庄小处调治。少爷，咱就算有名帖，也不能满大街见到谁就派啊。这老爷说了，这名帖，弟弟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呀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侠义道就该守望相助。你看他病得这么厉害，既然被我遇到，少爷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侠义道啊？你看他装扮，那万一是坏人呢？啊？这么小声聊天的，他非得让当事人在旁边能听到，对吧？还不能那个啥，挡着说一下。啊，是的，差点忘了，还赶着给我娘亲买点心呢。朋友，你别客气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哎，名帖。不问江湖事啊。就小小说，便像他一般傻乎乎。哎呀，主人，人家刚要动手收拾他呢，为什么就不让我收拾那个病鬼？哎，这个嗲嗲的。他那个步伐好生滑溜，讨厌的很。就凭你，能在流云九宫部下讨得好缺？流云九宫部，看出来，看出来哪个门派的？四季山庄。哦。四季山庄？什么四季山庄？我怎么没听过？此人恐是变数，待我会会他。你看，还是鲜露馅儿的，你说，不用乔装打扮，你这出来几步，人家就认识你了。化个妆还穿件衣服，对吧？几步，咔咔咔，给你这个啥？真的，一点亏都吃不得。啊，这就是江湖人称的小李飞刀，这种感觉，就是。就还他就还他呗。啊，打就被打呀，这是。江湖才太平了几年，五湖天下盟就想造势，博这武林至尊的虚名，岂不是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？这不是他的意图。你看人家躺着，在这儿躺着，对吧？正儿八经躺着。在这儿，对呀，他躺非要躺桥上，咔咔在那躺。是啊，是呀。对呀。你个脑子能啥呢？脑损。说，我要去镜湖山庄3000银子一度，走不走？行，走吧。耶。
你个别说。3000银子够20个来回了。咦，你开价了，我答应了，便是买卖。管我什么事？等等，我看你小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看你这随时蹬腿的老逼鬼呀，是不是别人啥坏？是不是别人啥坏心了？我呀，滚你的蛋！我不做你的生意。滚你个蛋！滚吧！佛且不渡有缘人，既然无缘，何必强求？兄台若不见气，何不与在下共度？哎呦，这个大游艇，有点假吧？咱家村的臭小子，你想干啥？跟老子抢生意啊？你懂不懂啥叫先来后到？傻小子，走！哎，行，走了。来，江湖有缘再见。来吧。暗度无所恐，我自迎接而来。主人，那老变鬼到底什么人啊？便说，把那小河里面直接开到了公海。3000银子20来回，3000银子他整一整好几小时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我从乌中开到桂林。这一点不像那个啥出租车赚钱的样子，对吧？开了个慢的嘞，对吧？你看出租车司机噌，对吧？咔咔咔咔都开始走。你看他那个闲情雅致，就是相当于在带你遛弯儿。杏花烟也将浓，耶，你弄啥？弄啥？真死的这个全没给。倒也知道。耶，你那个腿，小别墅你别走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别说。耶，天上的老兵鬼，你人模狗样的出来，照样装变不是？不是还没走远吗？对，没走要好要照照，你哪有那个把？这不是好好做生意啊？大不了就脾气太糟了。这老头儿是吧？今天老子砸了你的骨头熬汤喝。怎么没走呀？这站在那儿没动，我的天！你说我坐霸王船？对，说的就是你个孬孙。那我就坐霸王船了。哎，别跑！哎，你站住！哇！臭孬孙！啊，本来你还好好，你赚那么多钱，不是，你说你可以飞过来的呀，你干嘛要去这个船呢？这飞得不香吗？这飞得快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他就得逗人。我体验生活嘛，坐一回霸王船。所以人家后花园来。刚才存的酒，哎，有一点。啊？什么时候喝的？对啊，船上喝。没见他喝。哎，完了，暴露了，你看，一下暴露了。就那个人。两个人惺惺相惜，我跟你说。确实，你也是。再加上这配乐，哎，这感觉是一样的功夫啊，不是81个人都挂了吗？师出同门吗？记住。这样。在那啥的，藏着呢，游巡标这个。
自动巡航导弹，我跟你讲。血滴子。没剑，没刀了。动真梗。得罪了，莫怪莫怪。兄台这步伐翩翩若仙，小可一见难忘，这才特地前来，想再见识一番。翩翩若仙，让了个推了，才学会，可有眼疾啊！不，我眼光好着呢。这步伐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。这不是那个什么《王者荣耀》里面的那个什么吗？写的词，好像什么流风之回雪，他认得四季山中的流云九公谱。我见兄台亦是好酒之人，怕啥怕？还退一步，真的。一步船上喝几杯，靠近，你也往前走一步呀。对呀。无情独酌，输了呀，你这样。你敬我一步，我敬你一丈啊，对吧？对呀。公子一路尾随，究竟有何目的？不妨明示。尾随，不是兄台吩咐的说，有缘江湖再见，我这不就来见你了？哎呦，你臭不要脸！放个屁都是笑。哎，帽子没拿。那咱们下次不要。我家老爷宅心仁厚，乐善好施，大少爷和二少爷也喜好结交人才和艺术。我们山庄虽小，但也有不少武林人士，个个英姿勃发，武功高强。没想到如今小少爷也学得有模有样，但是眼光嘛，可就是天壤之别了。五湖水，天下会，武林至尊，舍其谁？我们镜湖派早已不问世事，谁要做武林至尊，咱们祝他称心如意便是。可是爹，今日那歌谣狗尾续貂，又出了下半阙，言辞诡谲，十分可疑。彩云散，琉璃碎，青崖山鬼谁与悲？什么？这歌谣是不是在暗示那琉璃？乘风是你。爹，邓师兄今年又来亲自邀您参加五湖盟中秋聚会了，要不然咱们今年去岳阳城看看高伯伯吧。那便是张玉森，张老爷。咱们也好久没有见高伯伯了。那二位正是我家老爷和大少爷。侠师这边请。那人是谁啊？哦，那位啊，是拿了城里的名帖要打秋风的乞丐，也不知道怎么认识的。我不想扫他的兴，就让管家给他找个落脚的地方。程峰，你要管束好两个弟弟，今日起不许城鸾城岭再出岛。是，爹。城鸾城岭成风啊。看看真名，成风。侠师，成山呢？侠师，您既是我家小少爷的朋友，本属上宾。但咱这屋舍确实有限，这会儿子得一间柴房。就打发他走呗。柴房。您若是嫌怠慢，柴房好啊。啊，哎，我还有一事相求啊。侠士您有话直说。搞点酒。这个酒葫芦啊，内空虚，腹腔高明。明白，小的待会儿就把酒菜给您送过来。多谢啊。那小人就下去忙了。哎。还可以搞这个嘚儿，吃饭。都处理干净了，只有几个不识时务的匠人试图负隅顽抗。哎，这个不是属下已将其格杀。这不是刚才那个谁给他写的吗？把他们的脑袋挂在城门楼上，以儆效尤。是。启禀王爷，据密探汇报，江南一带有人见孩童之口四处散播一首诡异歌谣，似乎
在暗示琉璃甲的下落。即刻派人彻查。还有一事，跟踪周子舒的探子在不久之后就失去了他的行踪。哼，果然早有准备。继续找。等饭吗？等外卖。吃过了。吃过了。要发病了。三秋钉催命了。哦。这钉子不能拔了吗？拔不了。拔不了啊，越拔越那个。哦，怪不得喝酒，震一下。对酒里有问题。完了，要内功增压一下。增压。不是，这酒刚过来，他哎呦，真的有毒啊！哦，你看，哎呀，天哪，这里面感觉有虫的感觉是吧？哎呦，逼出来！逼也把毒逼出来。还在跑啊！完了，有人来了。着火了啊！撒起来了。哦，真的。打过来了。啊！哇！这么大的院子。哦，鬼啊！哦，对，鬼谷人。这鬼面似乎在哪部卷宗里读到过。青崖山鬼谷，镜湖派怎么会惹上这群魔头？哎呀！我要出头了，必须的呀！哦，哇！这个有点那个厉害嘞！这别人也不知道有剑。都是仆人，没一个武人反抗。看来大势已去，镜湖派竟被鬼谷挑了。石少爷，快跟我走！哦，这肯定要救小少爷的，对吧？嗯。毕竟来说，这个这么好客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把他请回家。啊，请回家肯定得帮一下。哎呀，机关雀，怎么会有天冲密探在此？不管了，还是先救人要紧。你看他也是机关雀，他那个飞的那个动作跟机关雀一模一样，是不是？真人机关雀。啊。这啥？这大爷可以啊，大爷。哎，这传夫嘛，不是？快躲起来！有点意思了。救一下！哎呀！你没事吧？来了！这个好像功夫里面那个还有琵琶的那个，还琵琶的那个。
往快点，孩子走！走，快！哇！哎，哦，一对儿。哎呀，哈哈，出场这么妖媚，哎呦，我就看不了这个，你知道吧？水壶啊，这酒壶两个人，有点跳戏。天啊！谁在划船？这老头是吧？那大爷还可以划船呀！老头被打成这样了，划船我跟你讲。哎呦我的天！不想零碎受苦，就赶紧交出琉璃甲！你做梦！哦，手都被卸了。你不怕死？他们怕看着你为宝贝儿子惨死。灭蒙了吧？没了，就他还活着了。尊家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送你一次大航船，救你一条命，咱们算扯平了。哎呀，你老兵鬼说错了，你是坐过2次船，刚才还在划船的呢。你也没给我钱，真的是他，确实是啊，这罗基地，哎，这是蛮挺啊，这个。此地还是不能久留。老子痨病犯了，走不了了。你带着这娃赶紧走，不用管我。哦，那个啥，不行，你们救了我，我不能丢下你们。我爹爹如果知道我做出这么不侠义的事情，会打断我的腿的。嘿。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，恁爹这会儿8成已经死去了，没人会打你了，你赶紧自己逃。哎，不对啊，我爹不会死的。这个老头儿，救胡大侠，他怎么突然去把那个少爷给救了了？不知道啊，他没交代。秋月间救过我的命啊！我在恁家门口摆渡3年了，我就是要找个机会把这条命还给他。专门摆这条路线。哦。你就近往太湖去找300大侠，要遇着五湖蒙的人，你就自报家门。我不走。哦哟，不走也得走。来了。我会有功的，两位叔叔，你们赶快与共疗伤，我为你们护法。哎呀，搞笑！这么拿剑，一看这个武功确确实实。哟。2位叔叔，人就叫那个就算了，叔叔，你叫他大爷叫叔叔。这快成爷爷了啊！那个时候古雷西，我跟你说，这就已经非常稀有了，这个岁数。吓到了。傻小子。孩子是个好孩子，就是傻了点儿。哦哟，还能飞起来，还能转圈儿。那哥们儿一定得摇嘛，那个真的摇得起来吧。必须得这样摇摇晃晃的，彰显。我半炷香时间。鹰牙山10大恶鬼之吊死鬼在此。哎。乖乖的把琉璃甲交出来。各种杀爆。死的痛快点儿。但是鬼不死了吗？死了呀。为你奶奶的头。哦，那他要扛半炷香呗。老头也不容易啊。白衣服的嘞，此时此刻去哪里了？我想问问。真的是。你说那个啥，关键时候不来对吧？哦，就是最关键的时候来。反正群演嘛，群演。啊，不半炷香挡不住。这半炷香能挡得了的？挡不了，挡不了。以血肉之躯，肯定。来了，还真不看。我估计那白衣服的。白衣服要来了。白衣服还不来？想不到，秋
头月见这养成你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兔崽子。来了来了，把衣服聊聊。他去干嘛？哦，来了，是那女的。哦，那个啥，舞女。把衣服，我跟你说，肯定还是要给那个啥女孩一点戏份，是不是？来，安心的，安心的，走了。要死个大头鬼，在姑娘面前弄鬼，我送你去做鬼。这女孩的这个武功确实是差了一点。心里有点慌。这边那个啥，估计打这种小角色应该问题不大。这啥？这啥？这啥？这老人家不容易啊！我天哪！这小孩太不争气了，这个各种拖后腿。半柱枪得有个15分钟吧？半柱枪没有啊？半柱枪你怎么没有说？应该有。哎，白衣服来了，核桃，核桃不是那个谁了吗？来了吗？回谷的那个。对的呀。掌门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 ，CD 完成。哦，那他妈的有点帅啊！啊，又是这样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哇，炒饭的，功夫不错嘛。先说清楚你怎么来的。完了还没有 CD 好。哦，这样的，原来这部戏是。好贱。兄台，又见面了。不管前面打得多激烈，我后面得抱一下。老头挂了没？我这老头不行，老头真的太拼了。老李，哦，真气输进去。他奶奶的腿，差一点叫黑白无常拷走。真气输进去。大侠，大侠，你们快救救他！快让上来，我还没死呢。来吧，来。等我咽了这口气，你再哭也不晚呐。老命贵，你小子武功可以啊。啊，你要是早点来，是吧？对啊，非得摊内下。啊，哦，不是不能救了吗？他续点命。哎呦，我的天，那手，那手，这续命是假，我觉得。不中了，老子这一辈子不欠任何人的情，今天总算能把这条命还回去了，可以安心毕业了。你坐了老子2趟霸王船，一次3000银子，
滚上，利息。嘿，不做赔本买卖，王八蛋，你就得还老子。你想我做什么？说吧。把娃照顾好。我要你，确实，这也没有其他的我要你需求把这。孩子平平安安的送到五湖梦雷赵景手上。你伯伯，我不要，我不走。傻小子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可就是我说着说着就不给他输能量了。对呀、干什么？活久点啊！王后，老龟龟，你叫啥名字？我叫周旭。周旭，我估计啊，随便起个名字，他后面自己都得忘，对吧？赶快叩头！王后，你得听他的啦！快磕！拜见师傅是吧？不是师傅了吧？周叔，周叔，就是像亲人。周旭，你收了这个头，真的，就要忠人之事。这强买强卖呀！有点，是吧？我记住你这个名字。头顶3尺有神明啊！诅咒了你日后要是反悔了，老子在阴曹地府，我也骂你祖宗18辈儿！哎呀，还输着嘞！还输着呢。李伯伯，李伯伯，李伯伯，李伯伯。哦，这个演得好啊，这个演员。我应承你便是。哎呀，这小子，哎呀，快把船家叫来。是。这个是哪个？哦，已经火光冲天了，已经。怎么回事？愣着干什么？备船！师兄，船都被撞穿了。师兄，这艘也是。师兄，这艘也是。对呀、师兄，师兄，船夫死了，一舰全被杀了。哦，一直穿云箭。千军万马来相见。你知道他叫什么吗？我只知道他姓李。这是探吗？李兄啊，李兄，你慧眼识英才，把孩子托付给了这位周兄。小可观周兄骨相锋锐决绝，是为重情厚义之士，你泉下有知，大可放心。谢过真的是，这听着有点让人是的，是不是啊？温客行，兄台原来叫周旭，哪个旭？哎呀，有趣的趣，还不重要。好名字，周而不比，身若飞絮。真的。啊？怎么了？周叔，我不打紧，只是忽然头晕，控制对不住。别强撑了，你心力俱竭，需要休息。我
周叔，我可以赶路的。歇歇一夜无妨。去歇一夜，为什么你要笑呢？我的天！还用您吩咐？你就弄好了，快进来吧。在这儿。周兄，张公子，请吧。刚才他这个笑有什么意思呢？就刚才不是说此地不宜久留啊？现在又能久留了。烤上了馒头。烤上了馒头。主人。看呆了。看呆了，就是太喜欢这样的啊！哎呦，你看，赏心旭兄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来一次，对，旭哥一人一半了，他真的。对，你一口我哦。兄台啊，这兄台了，现在。不吃。主人，你先吃，我伺候他成了吧？喂，吃醋了。这小孩这不是没人管，你知道吗？还饿死了已经，真的是烤土豆开始。哎呀，这烤那个馍啊，它不能一次烤俩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必须得烤一个。怎么，怕我在干粮里下毒啊？不吃还来，姑娘我还饿。哎呀，小孩他妈的，秋台肉请过，请吃这个。我不饿。小孩饿呀！为了3000银子，被那小孩喝上。小孩在这坐着，啥还没吃，我的天！小丫头，你看，你懂。两个人在推来推去，你不饿我不吃，你不饿我不吃。你看那小孩坐在这儿，唯死不顾事。哎呦我。周君义举，颇有君子古风。什么意思啊？主人，你别跟我吊完，你跟我吊完我脑袋就大。这句话是司马迁先生《史记》里面写的，意思是说，就算是平凡的人，许下了承诺，便一定做到。为此，不惜千里奔波，不顾生死，是为游侠。我爹爹教我背过的。周叔，承领谢谢您。不用跟我说这些。馒头呢？馒头给他呀！心系馒头的一帮人，早不给，真的是到最后时候才给。非得要人家帮你解释一下才给。对呀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吃那个饼啊？那，给你吃包子，接着。有包子，你烤什么馒头？我的天！哎，得了吧，少侠，你的命还是我救的呢，要不然不要姑娘救的命，死来看看啊！小丫头，少说两句，嘴巴这么毒，小心嫁不出。果然世间也没都是不分好歹。我刚刚才救了他的命，只不过说了两句，就跟乌眼鸡似的。有本事跟仇人拍桌子瞪眼去啊！人家也没干嘛呀，真的是。哎，不吃了。顾小姐教训的是，对不住，是我错了。张成岭拜谢姑娘救命之恩。哇哦！哎呦，这小孩必成大器。将来是个人人服从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哎，这馒头拿回来了。没有，他俩在一起烤饼烤的。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哎呀。哎呀，睡觉就睡觉呗，这眼神就没离开过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张家小公子，我叫张成岭，大家叫我成岭就行了。哎，可千万别叫我大侠，我此生和侠字犯冲。主人，这傻小子之前满嘴行侠仗义、济弱扶危的，一套一套跟说书似的，我还以为有多大能耐呢。原来啊，都是用嘴吹出来的。真正动起手来，只有逃命、哭鼻子的能耐。我看你们这套侠义道，只适合活在戏台上。我怎么了？男子汉莫逞口舌之快。饿了？又饿了。好一个连刀都拿不稳的男子汉！
一通阿香，还未谢过这位小善人，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。你别叫我小善人了，听着让人汗毛倒立的。我叫故乡。咱们还真是有缘，该遇上的时候遇上了，不该遇上的时候也遇上了。缘乃天赐，周兄和张家小公子不也是一样，莫名有缘？就眼神儿一直在他身上，真的是就没有离开过。要专门故意来的，真的受伤了啊！咋不说呀？手真的是，你身上有伤，找的时候不说，我的天！没事，多谢魏公子关怀。有伤便要尽早调治。小可家传一点浅薄医术，你若不嫌弃，我大可我没事。他都说了，不必了。别讳疾忌医嘛，周兄。这孩子若是伤势恶化死了，倒是不关我什么事。你的祖宗18代在地下可就……哎呀，就这个伤啊，这真的，哎呦，这剧情，有这个时间我都去治了。哎呀，哎，我就想摸一下，这不行吗？温公子，若你别有用心，不妨直接画下刀来，不必费事作态。若君事有非敌，则请勿小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，我的天啊！差点意思啊，差点意思。